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之所以称为我们？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真很特别。我们谱写交响乐，我们建造延伸到云端的摩天大楼，我们把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界，我们甚至还会坐下来花很长时间去思考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在已知的宇宙里是独一无二的。几千年来，哲学家、科学家、诗人，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这种独特的智能，这种复杂的思维能力，它的秘方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有更大、更复杂的大脑。这个答案听起来没错，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只说对了一小半呢？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智慧的真正起源并不完全藏在我们的头骨里，而是藏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却几乎没人会把它和天才的诞生联系起来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侦探，一起深入探索这个关于人类心智起源的颠覆性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好，为了理解这个故事的核心，我们先来看一个极其震撼的对比。想象一下，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画面。左边的画面呢，是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类婴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无助的生物之一。它不能自己寻求食物，不能移动，甚至连抬头都做不到。它的一切都100%的依赖于他人的照顾。如果我们用认知测试来衡量它的表现其实和一只新生的黑猩猩幼崽差不多。这是我们每个人旅程的起点。一个极度脆弱、完全依赖他人的生命。现在呢，我们再看右边的画面，仅仅30年过去，同一个人，他可能正在做什么呢？他可能是一位物理学家，正在用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试图解开宇宙的奥秘。他也可能是一位作曲家，把内心的情感转化成能够让千万人产生共鸣的旋律。又或者他是一位工程师，正在设计能够把人类送往火星的飞船。你看，这个人现在掌握了极其复杂的语言，能够进行抽象的逻辑推理，拥有精密的道德罗盘，能分辨是非善恶，并且他还会反思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从左边的画面到右边的画面，这中间发生的是整个自然界里最不可思议的转变。那么问题来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魔法能把一个认识上和黑猩猩差不多的婴儿变成一个能够思考宇宙、创造文明的成年人？这个巨大的鸿沟到底是怎么跨越的？你看，传统的答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通常会指向我们的大脑，比如我们的大脑容量更大，或者像一些学者提出的，我们的大脑里天生就预装了一些特殊的软件模块，比如一个专门用来学习语言的模块。这些观点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一个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我们智慧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我们头骨里那块3磅重的组织的硬件有多高级，恰恰相反，这个秘密的起点始于我们最脆弱、最无助、最需要他人的那一刻。这个答案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思考这件事儿的所有传统认知。它告诉我们，思考也许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发生在大脑里的事儿。好了，要理解这个新理论，我们必须从一个核心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开始。我把它称为人类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我们这个物种最终站在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但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却是极度的无助。这句话来自伊拉斯穆·达尔文，也就是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他用非常诗意的语言，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处境的核心。你想想看，这个画面是多么鲜明！一匹小马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站起来，跟着马群奔跑；一只刚破壳的小海龟会凭借与生俱来的本能，奋力爬向大海，开始它独立的生命旅程。它们的生存技能很大程度上是写在基因里的。但人类婴儿呢？他需要父母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进行全天候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能仅仅是活下来。这种漫长到不成比例的无助期，在整个动物王国里都是非常罕见的。从演化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劣势，对不对？一个如此脆弱的后代，会给父母带来巨大的负担，也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面临巨大的风险。
那么演化为什么会允许，甚至选择了一个看似如此低效的策略呢？答案就在这里，这也是这个理论最颠覆性的地方。如果说我们刚才描述的这种极度的无助，这个看似致命的弱点，恰恰是我们这个物种最伟大的演化优势，是我们最强大的秘密武器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一个弱点怎么会是优势呢？是这样的，正是因为这种极度的长期的依赖，它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每一个人类婴儿都推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成长环境里。这个环境不是由物理定律主导的森林或者草原，而是一个由社会关系、情感连接和持续互动所构建的特殊空间。也只有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温室里，人类心智这颗复杂而又精密的宗子才能被真正的建造起来，而不是简单的发育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智不是一个出厂时就预装好程序的电脑，而更像是一个需要在联网状态下，通过和云端，也就是和其他人不断的交换数据，才能慢慢安装和调试软件的系统。而这种长期的无助，就保证了我们必须长时间的保持联网。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独一无二的成长环境，发展心理学家们给了它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贴切的名字，他们称之为社会摇篮。我们来仔细品味一下社会摇篮这个词，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摇篮，而是一个由关系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婴儿和他身边看护者之间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的微小互动，比如一次拥抱、一次对视、一次哺乳、一次轻声的安抚、一个鬼脸、一场躲猫猫的游戏。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其实都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他们在共同编织一个安全、可预测、充满回应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温暖的摇篮里，远在我们能够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词，比如妈妈或者爸爸之前，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在通过这些互动，锻造我们思想最原始、最基础的一套工具了。这些工具可不是简单的本能反应，它们是我们学会与另一个心智连接和沟通的第一步，是我们学会思考的第一套装备。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首先是社会性微笑，刚出生的婴儿也会笑，但那更多是无意识的。大概在2个月左右，婴儿学会了用微笑来回应父母的微笑。这个微笑不再是简单的肌肉抽动，它变成了一个邀请，一个信号，意思是，我看到你了，我喜欢和你互动。这是最基础的社交连接。然后是联合注意，或者叫共同凝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大概在6个月左右，婴儿开始能够顺着你的目光或者你手指的方向去看同一个东西。这看起来很简单，对吧？但你想想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代表着2个独立的大脑第一次实现了联网，共同聚焦于外部世界的同一个点。这是未来一切教学和学习的基础。再看情绪共同调节，婴儿的大脑还不具备自己平复强烈情绪的能力。当他害怕或者沮丧时，他会大哭。而父母的拥抱和安抚不仅仅是让他舒服一点，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成熟的大脑来帮助婴儿调节他的情绪系统。这就像是父母在手把手地教婴儿的大脑该如何处理这些汹涌的情绪。最后是轮流互动，你对着婴儿啊咕一声，他也会看着你啊咕一声回应。这种你来我往的咿咿呀呀的对话，虽然没有实际内容，但它建立了未来所有语言对话最核心的节奏和结构——轮流。这一整套工具都是在社会摇篮里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一点一点学会的。好了，婴儿在社会摇篮里通过头几个月的密集互动，掌握了这些基础的社交工具。接着，大约在他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真正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研究者把这个时期称为人类婴儿认知发展史上的一场大爆炸。这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被当代最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迈克尔·托马斯洛命名为9月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一种全新的，可以说独属于人类的能力开始萌芽绽放。这种能力叫做共享意向性。共享意向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有点绕口，但它的意思其实非常深刻。我们可以把它拆解开来理解。在9个月之前，婴儿的世界更多的是我的世界，比如我饿了，我想要那个玩具。它的意图是单向的，
但是在9月龄革命之后，婴儿开始能够理解和进入一个我们的世界，他的意识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从我想要那个玩具跃升到了我们正在一起看那个玩具。你看，这不仅仅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或者预测别人的行为，黑猩猩也能做到一定程度。共享意向性的核心是能够和另一个人共同进入一个心理空间，形成一个我们。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比如我们一起来搭积木；我们有共同的关注点，比如我们一起来看这本有趣的图画书。这种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是我们所有后续复杂行为的基础。无论是语言、文化、道德，还是大规模的社会合作，他们的认知地基都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要理解这个飞跃有多么巨大，我们可以看一个最经典、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手指东西这个动作。你想过吗？这个我们每天都在做的简单动作，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演变过程。第一步，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大概6、7个月的婴儿，他看到一个他够不着的玩具，他会怎么办？他会本能地伸出手，努力去够。这个时候，他的意图是纯粹个人的、工具性的，他的整个世界只有他自己和那个玩具。第二步，关键的一步来了，他身边的看护者，比如妈妈，看到了这个动作，妈妈不会把这个动作理解成一个简单的物理运动，她会读心，她会推断出婴儿的意图。哦，宝宝想要那个玩具，然后妈妈会把玩具递给他。这个过程会重复很多次，慢慢的，第3步就发生了。婴儿从这个互动的循环中学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自己伸手的这个动作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让他人理解自己的意图。于是，那个最初的纯粹为了够东西的伸手动作，就慢慢的转变成了一个用来沟通的信号，指。这个时候，指的意义就完全变了，它不再是我想要，而是变成了一个邀请，一个三角关系的建立，包括我、你和那个东西。它的意思是，嘿，快看那个，我们一起关注那个东西。这一下就是从个体的欲望到共享经验的巨大飞跃。一个简单的指背后是一场认知革命。好了，从这些最早期、最基础的社会性行动，比如共同凝视、分享微笑，再到9月龄革命后出现的指点、分享和模仿，我们所有更高级的认知能力，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建构起来的。这一点真的至关重要。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大脑里并不是天生就有一个预装好的语言 APP， 或者一个道德 APP， 等着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去点击解压安装，完全不是。相反，我们所有这些高级心智能力，本质上都是我们为了更好地解决与他人协作这个问题而共同发明和制造出来的工具。比如说语言为什么会产生？从这个理论来看，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更高效地协调我们的行动。比如一起打猎时，我需要告诉你那头鹿往那边跑了，或者我们需要交流关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计划。语言这个工具就是为了满足这种共享意向的需求而被创造出来的。再比如道德感，所谓的对与错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它很可能源于我们在合作游戏中，为了解决怎样才算公平，有人作弊了怎么办，这类社会问题而进行的协商和约定。所以，我们那些最高级的、最引以为傲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的根都深深地扎在那些最原初的与他人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之中。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新观点，它到底挑战了谁呢？它挑战的是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里非常有影响力的旧观点。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左边是像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等人代表的经典理论。他们认为，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出厂时就预装了复杂操作系统的电脑。比如，我们天生就有一个通用语法模块，所以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结构如此复杂的语言。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新观点，也就是右边以托拉斯洛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则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看法。他们认为，思想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心智的独特性，并非源于我们颅骨之内有什么神奇的别的物种没有的硬件，而在于我们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那种独特的互动模式，也就是共享意向性。所以，大脑更像是一台硬件配置极高、特别擅长联网和学习的电脑，但它真正的力量是连接到社会这个巨大的网络之后才被激活的。
心智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好了，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从一个无助的婴儿讲起，一直聊到复杂的认知科学理论。那么这一切背后，那个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点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对我们传统观念的非常有力的颠覆。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整个理论的灵魂。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并非先成为思考者，然后才学会合作。我们恰恰是因为学会了合作，才最终成为了思考者。这句话彻底颠倒了因果关系。我们通常的直觉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先拥有了思考、推理和计划的能力，然后我才运用这些能力去和别人进行合作。但这个理论告诉我们，顺序完全是反的。是合作的需求，是与他人建立连结、共享经验、协同行动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深层的社会性需求，像一个巨大的引擎，驱动了我们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思考能力。合作不是我们思考之后的结果，而是我们思考得以发生的前提和温床。我们那些引以为傲的理性、语言和创造力，归根结底都是社会性的产物。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学术理论了，它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它直接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几个无法回避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人工飞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你看现在的大语言模型，他们通过学习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文本数据，可以写出优美的诗歌，可以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可以通过各种考试。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人类心智的基石是建立在有身体的、与真实世界互动的、充满情感连接的共享经验之上，那么一个从来没有身体、从来没有和另一个心智进行过真正的联合注意、从来没有在社会摇篮中被养育过的 AI， 它能真正的理解它所使用的语言吗？还是说它只是在进行一种极其复杂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模仿？一个无法真正理解我们这个概念的 AI， 是否永远也无法获得那种我们称之为常识、同理心和真正创造力的类人的通用智能吗？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我们今天讨论的理论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考方向。另外，这个理论也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你想想，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什么？是把学生看作一个一个独立的容器，然后往里面灌输知识，最后通过考试来检测每个学生记住了多少。这整个过程都非常强调个体。但是如果心智本身就是在合作中构建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教育的重心从强调个体知识的灌输和记忆，慢慢转向培养孩子们合作探究、换位思考、共同创造意义的能力？毕竟在未来的世界，解决复杂问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跨领域的协作。而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互动日益从面对面转向线上和屏幕，这对于下一代人类心智的构建又意味着什么？那些微妙的、非语言的、充满情感的互动，在数字世界里是否会丢失？这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最终，这项关于思想社会起源的研究，为人之为人的奥秘提供了一个充满深度和希望的答案。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性，我们心智的本质，或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深藏于我们孤立的大脑皮层之内的某种东西。恰恰相反，它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深刻而又脆弱的连结之中。我们是谁，我们能思考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谁对话，我们如何对话。我们全部的文明，从第一件石器到今天的 Internet， 或许都始于那个最平凡也最神奇的瞬间。一个无助的婴儿，一个充满爱意的成人，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和一个被共同指向的微不足道的玩具。谢谢大家。